好，这次 iOS 18终于要迎来14级的更新。那除了要更新我们诟病已久的 Siri 之外呢，苹果耕耘多年的人工智能也终于在这次会崭露头角。那这一点呢，让我超级期待。嘿，大家朋友，那我们现在距离 iOS 8的更新跟推出只剩下短短不到几个月，那所以也越来越多的消息开始走露出来。同时呢，苹果也针对这个人工智能的部分释出自己的语言模型，那还有加上 Tim Cook 的这一些发言啊，所有的消息都指向这一次 iOS 8会是一个超级大的更新，会有别以往我们的理解，真正改变我们现在使用手机的方式。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些所有的新消息，还有哪些部分让我觉得会超有感的。好，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讲上市的日期，通常正式的版本会在9月，那在他们新的 iPhone 发表之后的那一周，他们会释出新的正式版本的 iOS 8。那这个时间点呢，会在新的 iPhone 16发货的前几天。到了那个时候，手上只要你的 iPhone 有可以支援的，都可以更新到 iOS 8。但是真正的 iOS 8发表跟这些功能推出的日期呢，则是在6月的开发者大会。同个时间，像是 macOS 啊、iPadOS、tvOS、watchOS， 那可能还有 visionOS， 这些所有的更新功能都会在开发者大会一起发布。当然啊，像很多人期待的，有些时候这些新的 Mac 也可能在同个时间发表，所以算是苹果蛮大的一个年度盛会。那所以期待 iOS 8的人就注意2个日期，6月的开发者大会的那一天，那在那个之后呢，就会有开发者版本释放出来，让大家可以试玩啊使用，但是建议还是就是用在备用手机上面。那想要等到正式版本再来上手的人，就等到9月 iPhone 发表的隔1周，通常正式版本就会发表。那在我们讲支援的装置，就你手上现有的 iPhone 到底还会不会支援？那我们看到 iOS 17目前支援到最新版本的 iPhone 是 iPhone XS、XR 的那一年系列之后。那虽然以我们目前期待 AI 功能来讲，苹果其实是在 iPhone 第10代那一年的晶片开始加入这些神经引擎，但也不代表说他们会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来应付未来这些人工智能的运算力。目前看起来呢 iOS 8也可能是在 iPhone XR 或者 XS 之后的几种可以支援，但是里面可能会有非常多关于人工智能的部分，不会下放到所有的机种。那我们先预判一下啦，依照苹果的惯例，很有可能一些最亮眼的这些人工智能功能只会绑在最新款的手机上面。好，那下一个我们就直接先来讲新功能。首先大家都知道在 iOS 7.4 这个更新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消息哦，就是至少在欧盟，苹果会开放第三方的 App Store 给不管使用者或开发者去用它。那意思说消费者可以用不越狱的方式下载到第三方的 App， 而且还是某些程度上通过苹果的认证。那你是开发者的话，你可以转移你的 App 到第三方的 App Store 上面。那这个听起来好像大家都会省下不少钱啊，可是同时间苹果也设下不少的门槛，因为毕竟 iOS 这个系统是他们自己在维护的嘛，所以收一点费用，我觉得也算是合理啦。那可是这些门槛设下的程度，可能会让很多大型的开发商转不过去，那小型开发商也没有能力去转。那目前相关的开放在美国也在讨论中，会不会遵循欧盟的方式采这种半开放的态度，那这个就还是要再看。但是我们的预判是，美国如果也进行这样的开放之后，可能全世界的 App Store 都会一起开放。那这个时间点呢，可能距离 iOS 8的更新就不会太远，但是其实从我们消费者端一开始不会感觉到什么差异。那再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现在 iPhone 目前在跟 Android 用户传讯息的时候，其实还是在用非常旧的 SMS 还有 MMS 的系统，所以这样导致你可能要传一些文件、照片、影片的时候，并没有办法以现在我们所理解的这些解析度啊、规格、档案大小去传输它。那甚至简单到一些表情符号、emoji 上面的互通支援度都非常的低，真的很难想象到现在2024年还是这个状况。那这个在台湾用户应该很难懂，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用 Line 嘛，所以这些跨装置、跨系统早就全部都支援。那以美国来说啦，还是非常多的人还在使用这个一般手机上面第一方的讯息 App， 这也是为什么 Google 在大力的推销，或者说在抨击苹果没有开放出这个系统，那以及施压他们使用 RCS。那现在的消息也指出来，苹果可能在 iOS 8的时候开始正式支援。那未来你直接在 iPhone 上面的 Message App， 就算你要传到 Android 的用户上面，这些高品质的影片、照片的传输，或是显示你打字的状态啊、已读的状态，那这些所有东西都可以直接透过你网络商的这些流量来传递，就不用再占用那个讯息的限量。那其实还是有很多方便的地方啦，直接在上面你可以开启跨装置对话群组，反正就是现在大家习惯已经用 Line 里面的这些所有功能啊，或是 WhatsApp 里面的所有功能，会在第一方的 Message App 上面跨装置都可以使用这些功能。那再来我觉得最大的更新重点应该就是 AI 上面的应用。那这个消息呢是从彭博社的 Mark Gurman 所说出来的，那这次会是一个超重大的更新。那其实这不是空穴来风啦，因为彭博社的消息一向是非常的准确，苹果自己已经释出这种大型语言模型供大家训练，还有加
上 Tim Cook 自己在访问里面也有提到说，今年他们即将释出重要的 AI 工具。那虽然以苹果自己的角度来说了，他们觉得 AI 相关的东西已经升值在他们所有的系统里面，但是在这1-2年之中呢，大家对 AI 工具的定义，或者说 AI 这个词的定义有非常大的改变。我们要的已经不再只是它在背后运作，在适时的提出一些可能预判的这些建议给我们。我们习惯使用的跟现在要看到，就是它可以接受复杂的指令，然后帮我们去完成这个工作。其实我也一直在讲非常多年，就苹果的捷径一直有这样的能耐，但是大家需要自己去学习组合啊，去输入你的指令。当你做成一个很完整、很厉害的捷径之后，你会想回来说，这些功能就代表说它完全都可以做得到，只是它没有办法去接收你的指令，去了解你需要的是什么。那现在这个语言模型要解决的就是这一块，它可以接收复杂的指令，并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跑完这些捷径所有的流程。那有一个讲法就是，当时我说现在 iOS 17的问题算偏多，那也是因为他们去年花了非常大的专注力在 iOS 18上面。那通常在开发者大会之后，苹果的注意力就已经放在下一个世代的 iOS。那也因为 iOS 17如果我们以18这些人工智能角度看回来的话，其实它更新算是偏小，但也还是存在了非常多稳定性的问题。那也在去年底，他们停止所有新功能的开发1周的时间，就是尽力要修复 iOS 7。那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更新功能就是 Siri。那大家知道，其实在语音助理上面 ，Siri 的能力算是偏落后。那以另一家来说，他们可以处理很多复杂的指令，甚至跨语言的指令。那以 Google 来说啦，你对它进行这些中英文交叉的指令，它基本上理解能力是非常的强。这部分我们可能在 ChatGPT 或 Gemini 里面都有看到嘛，我们给它一个很复杂交叉语言，不同语言串接在一起的指令，它还是可以判定的非常的精准。即使你用语音输入这种方式，它也是办得到。那 Siri 在这个部分就真的急需加强。那所以苹果这次释出这个语言模型就有针对这个部分，所以理论上应该对 Siri 的能力会有很大的提升。那还有像我们使用 Siri， 它很难有这个延续性的对话，可能延续1个到2个就是最多。那有些时候你在问一个问题，它可能有些后续，可是 Siri 可能就没有办法理解或者记忆说它上一个问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你问的句子可能太长啊，它会给你的回答是叫你去上网搜寻。那现在 Siri 的更新就是它可以理解更复杂，而且它有延续性的这些指令在里面，同时也会结合现在的捷径 App 去制造出更复杂的这些程序帮你完成工作。那下一点大家可能会很在意的说，苹果在这个部分会在本机运算还是云端运算？那据新闻的讲法是说，他们现在内部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要单纯在本机运算的话，就代表有非常多的功能可能没有办法追上现在其他 AI 工具上面的应用，但是同时间呢，它可以对你个人的隐私有更大的保护，因为我们有时候对这些语音助理提出的这些指令跟要求可能是比较偏隐私性的，那你也不想要你生活的行为问的问题被很多人拿来去做成行销工具或者是收集资料。那其实我觉得苹果在这一点就是有他们的一个强项，就是大家对于苹果对于隐私的保护权是信赖度比较高的。那同时苹果本身也不是一个在卖广告的公司嘛，所以在某些程度上面，我们觉得这些资讯如果让苹果知道，或许感觉安全一点，但不代表苹果想要收集这些资讯。那这也是苹果在每一年Tim Cook在访问的时候都会急需去传达一个讯息，说我们苹果公司并不想要你的资讯，并不想要去窥探你的隐私。所以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就是很大部分的运算，他们还是会希望可以在本机处理器上面就进行完成。这些部分呢，可能就存在说学习你的生活方式，学习你的对话方式，因为每一个人对助理或是他们，即使我们讲同一个语言，我们可能习惯用的方式，或是讲一件事情要完成指令的时候，我们的说话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这种时候也需要他长时间的去学习，去了解你讲话的方式，他的判定才会越来越精准。但这个部分就牵涉到你个人的隐私嘛，所以如果可以把这个部分保留在本机的运算跟记忆上面，那我觉得对用户的隐私会更有保障。那另外其他的比较大型的或是这些图形处理这些部分，或许就可以在云端上面去处理。那同时间也因为这些所有的模型都是苹果自家所掌控，所以我们也不太需要去担心可能一些重要的资讯或是不想给人家的资讯被别人拿去当成广告用途，可能你问完什么问题之后，怎么这些广告就出现在你的手机里面。所以这个部分目前可能苹果走的方向也是这种交叉交杂的方式啊，有些本地运算，有些云端运算。那我个人也认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因为我知道苹果虽然很在意隐私权，但是如果还是坚持所有都是在本地运算的话，那我觉得他在学习跟他处理事情的能力会落后其他厂商越来越多。那如果我
我们现在对于手机上面的使用习惯会越来越多的方面依赖到人工智能，可能手要真的去控制啊、去操作、去进行的这些指令越来越少的时候，那种时候它判断的精准度跟它学习能力的强弱，对我们实际使用上面的减少的时间、省下的时间或生产力上面的帮助就会有很大的差距啦。所以我觉得苹果某些方面也是要进行一些开放，但是或许他们可以去想到怎么样对用户的隐私做到最好的保护。那同时现在 Vision Pro 推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去理解，以我的看法来讲，我认定这个 AR 跟 VR 的这种形态会是我们未来跟科技互动的方式，可能就不再是手机了，但是当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但如果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说对触控的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嘛，不管说眼球追踪或是手部追踪再怎么的精准，其实就有点像触控萤幕一样，我们有时候在开车会觉得说有一个实体开关的按钮或者实体开音量转音量的按钮还是最直觉的。那这种时候其实如果在 VR 世界很难做到这个实体按钮实体触控的这一点的话，那语音助理的判断能力就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认为最完美的操控方式当然是你连手都不用抬起来嘛，因为既然有眼球追踪，它可以知道说你现在专注是在什么地方，那这种时候再搭配精准的语言模型，它可以了解你在说的是什么，你即使给它很复杂的指令它也知道，那就可以完全达到在这个 AR VR 的世界，你手不用抬起来，只要看着一个地方讲一句话，它就能知道你要进行的很复杂的指令是什么。那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就很像钢铁人里面，我们戴着那个眼镜，然后可以跟语音助理直接进行对话，然后可以帮你处理很多项的工作。那我觉得那样才是真的一个未来性的操控模式。那整个 iOS 的设计界面呢，据我们了解也会往 Vision OS 它的设计语言去靠拢。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那样的设计语言。那同时间呢，我们也看到更多 Vision OS 跟其他 OS 的联动方式，也很有可能在这次发表出来。好了，不管怎么样，我是非常期待这次 iOS 8的更新，然后再加上这次 Vision Pro 的推出，可能会有一个更高阶版本的 iPhone 16。整体呢，今年苹果算是端出非常多特别的东西啦。那这个以一个果粉的角度来看，今年的 Vision Pro 就已经让我非常的兴奋。那如果它跟其他的装置跟 OS 再有更深度的结合的话，那同时再加上这个 AI 语音助理，那今年可能是多年以来让我们看到苹果最大爆发的一年。OK， 好，那大家关于今天的新闻有什么想要讨论啊，或者你们知道什么消息想要分享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到我的 IG 私讯我。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布丁，我们下次见，拜。